黄帝内经》很好，可是那距我们几千年啊，3000年以上哎，你追得更久的话，是不是起码3000年以上啊？3000年以上的时间跟天地是什么情况？他们的生活形态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那适用他们的规则，是不是还适用现在？那如果这样来讲，因为就是自然也有四季，比如说有一个人很喜欢天气热热的，然后他就每个冬天很期待夏天，就是你这个也是有点像类似你期待。没有啊，没有啊。你在冬天你就处于冬天，你在夏天你就处于夏天。对，最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有些人讨厌天气原因，这就是我说的嘛，就是他没有把每一天当作是同等价值的。我今天处在今天，就是今天是这个温度，这个冷，我该加衣服就加衣服，我该什么时候休息，我觉得什么时候累了休息，我觉得放假，我觉得被窝暖，我就不要起来，都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认知来过这一天，所以一天就是一天。听不懂？生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如果把过年的一个文化的，就是尊重你的就是民族的一个文化的部分。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我刚刚讲嘛，有这个需求，家人平时都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节日大家回来，这是有一个意义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大家一起祭祖啊，大家一起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如果过节大家啊放假了，好难得哦，我要到日本玩，这个孩子要到日本玩，那个孩子要到欧洲玩，是不是？大家要到各自有各自的安排，没有意义啦。这样不懂？现在在中国，然后你家人都在中国各种的地方，你会过年吗？我不会啊。那你看之前，因为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我20年的军旅当中啊，很多时候，比方讲我是轮班的，就是一天四班，没有休假的，就轮到你就要上。然后有的时候是调在外县市，所以我在客观上来讲，很多其实不是我，很多行业的人过年是没有办法回家的，因为过年要上班嘛，是不是？过年是没有回家的那这种来讲，对我每天轮班、每天做这样事情的人，每一天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节日的存在，看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意义，你去决定你要不要过那个节日我是说，不要把节日变成一个特殊的那几天，特殊的一天让它来切割我们的生命，从这个点，从春节来切割这些被时间所掌握、被时间所控制的生命你会觉得你的平常的日子会过得很乏味，因为没有特别。那如果把过年或是生日当一个就是过去的一年的结论，比如说我今年得到什么，你哪一天都可以做这件事啊？那通常如果像我哪一天都可以做，你通常不会做。就是如果有一个点，好像我今天可能要想我可能忙了40岁，那我
我没有得到什么，还是我学到什么？这种想法就是你被时间控制住了嘛？但时间就明明是有限的啊？我们都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不知道。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每天过快快乐乐的，那你就可能有一天60岁会就是回到你的过去的时间，觉得那我到底是这60年在干嘛之类的？不会，不会，这种想法就是被时间控制住。当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几岁。这样有没有懂？你知道你是几岁，是因为你在算，你每一年在算。可是当你不去算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几岁。你对自己的感觉也不会说啊，我现在70岁了，我的感觉就是70岁了，我就要这，不会，因为你对自己的感觉没有到70岁啊，你没有那个时间感啊。是不是？虽然有时候年轻时候做的一些动作，做的一些事情你做不到了，可是在变老这件事情上面，你基本上没有这种觉察。但是事情还是有限的吧？啊？我们的事情还是有限的。如果你假装它不是有限的，它还是不会变有限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假设女生就可能35岁前没有意义啊！你讲这个话没有意义啊，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对有些人的有限是30年，对有些人的有限是60年，有些人的有限是80年，有些人的有限是100年，是不是？没有意义啊。对100年的来讲，对30年的来讲，100年是无限的，这样不懂？所以这种的计算都是在时间之内被时间分割出来的想法，都是对时间分割出来的想法。所以你对时间会有焦虑啊！我已经40岁了啊！我怎么还是这样的生活？我怎么还没有这个，还没有那个？我怎么还是？因为你去算，你现在已经40岁，然后你预计你活到80岁。那我现在70岁了，我是不是应该算？我现在70岁了，我可能只有20年或者10几年好活啊。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焦虑？我怎么去死啊？就是先买好棺材啊，先准备寿衣啊。以前的人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不用啊，不用啊，因为我没那个感觉啊。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体会了，就是那个被时间切割的生命，跟我们去过一个完整的顺畅的一个生命，就今天，其实生命里面只有今天嘛，生命里面只有今天啊。啊，所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决定嘛。所以有时候朋友来告诉我他的困难，要我给他一些建议，我通常别人说你讲话太直了，你讲话太直了。可是我的感觉是，我们见面，也许一生当中只有这一次见面。我们今天见面以后，可能我明天就死了，可能你明天我们从此以后就不会再见面了。所以有这么难得的见面的机会，有难得的交流的机会，有难得的讲话的机会，为什么要说假话啊？所以我很受不了那些交际场合，我不喜欢那些场合，那是浪费生命，浪费大家
难得相聚的那种时间，都在说寒暄，都在说交际话，都在说假话，没有一个人说真话。那种相聚是没有意义的，那种讲话是没有意义的，我不要啊。所以我对大家也是一样，我都教真的，你怎么样我就讲啊，就是我只有今天，我们的见面可能只到今天，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这个时候，所以我必须要讲真的啊，晓得吗？就你去讲假的，你去跟别人交际寒暄，是你假设，你自己假设你还可以活很久，是不是？可是不一定。对，这是概念，我也觉得不错，但是听不懂？所以要就不讲话，所以我在外面我很少讲话就当然要你们不去过那些节是有困难的，比方小孩子不给小孩子过生日，那你要过小孩子这一关，是不是？你不过结婚纪念日，你要过老婆那一关，你不过生日要过很多关嘛。我是说对呀，行啊，可以啊。当你们想明白了，做父母的想明白了以后，就不会去追这些潮流了。所以要教育的是谁？要教育的是父母。父母没有想明白，很多事情是父母没有想明白，让小孩子去那样做，小孩子又去做错的，听不懂？所以父母要想明白，我为什么让他去过这样的节，我这样子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是给他了什么样的价值观？重要是这个，我给他什么样的价值观，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父母要想明白，那父母抗不住啊，邻居也是这样子，他的同学也是这样子，父母抗不住这些外面的这些压力嘛，所以就追逐潮流，大家都这样子这个不好的。我从小对小孩子，我们父母，我跟我太太根本不管那个，小孩子从来不补习，从来不过生日都他们长大了，他们自己要过生日这样子的，听不懂？所以我只是跟你们讲，我说我不过年不过节从70岁以后，其实我很早就想不要过了啦。那70岁是一个明确的时间嘛，我就刚刚好借这个时间就不要过了。那里面就是在思考时间这个东西，时间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意义是我所有的生命里面的生活里面的每一步，我都是被时间所管控到，还是对我来讲时间都一样时间本来就是都一样啊，是我们人赋予它每一天不一样的意义嘛，那不是生命的本质嘛，那不是时间的本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慢慢要回到去追求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各种东西的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回到那些最简单的那个本质上去人创造它的意义是有当时的功能跟含义的，当那个功能跟含义失去了以后，这个意义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那我们还去追寻它就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的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不要变成很懒惰的现代人比方《黄帝内经》很好，可是那就距我们几千年3000年以上
你追得更久的话，是不是起码3000年以上啊？3000年以上的时间跟天地是什么情况？他们的生活形态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那适用他们的规则，是不是还适用现在？那现在的人有没有去归纳现在的人的用现在人的时间、天地的变化，现在的人的生活状态，去弄一套跟《黄帝内经》类似、适合于现代人的呢？没有，为什么？懒嘛，没有那个才能嘛，所以就拿3000多年以前的来要给现代人用啊，就是不求进步嘛。中医很多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拿那个老药方来给现代人治病，你起码要知道现代人的情况，然后做一些调整啊。那现代中医有没有创造出现在适合现代人的新药方呢？好像很少吧，没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环境，跟我们的欲望，跟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状态跟以前的人都不一样了，所以生活的方式跟形态，种种都应该不一样。但是老师，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3000年前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就是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从古到今的人共同一样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都希望生活的越来越好。这个是从山顶洞人一直到现在，每一个人的欲望都是希望生活的越来越好。那什么样的生活叫做越来越好？会有不一样的定义，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可是那个越来越好的基础变了，跟周围的条件变了。以前是一个部落，以前是一个部落，可能就是100人、300人，是不是？到后来最多1-2千人吧，然后慢慢到现在不是，现在是一个世界。现在影响我们生活的是一整个世界。这个情况当然跟以前是不一样嘛。我们现在受到的影响，身心的影响，当然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嘛，而且复杂的多。所以现代人不同于以前的人，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承受到什么样，我们接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我们的生活形态是拿什么去应付？你们现在都没有一块田，自己可以在家里种吃的，在家里织布，基本上90%的生活所需是自给自足。在以前，现在谁可以？现在不行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处于不同环境、不同森林的动物，跟以前比完全不同，我们的生活条件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对应。以前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参考，可是不应该不应该拿那个东西来规范现代人不应该拿那个来规范现代人。那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了，比方讲星象啊、紫微啊、紫微斗数啊、12星座啊，现在又什么人格啊，是不是？什么10种人格啊，还是什么一大堆啊？就是大家都在用这种东西去规范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的可能性都变小了，
晓得吗？这个不好。哦。我说以后更多，因为你会越来越听 AI 讲的话。对，所以这就是可怕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这个下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生活已经复杂到基本一般人没有办法处理，没办法处理，所以就有一些聪明人去给你一个规范，啊，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啊，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做这样的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做这样的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是什么星座的，你就应该跟什么星座的人结婚啊，你最适合的生意伙伴是谁，你就把每一个人的可能性都限缩在一个他定的那个规范内了，让生活变得好像变得简单了，可是让人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小。所以 AI 出来以后，人会更加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说他们这种小孩子啊，不要让他们走到这个陷阱里去，因为以后他们长大了以后就是那样的世界。那他们优秀的孩子绝对不会走入那个贵族家庭或者那些大的家族领导人，他们不会让他们的孩子走入那个圈，那个圈是来约束一般人的，他们不会走入那个。所以我们要想明白这个，我们也不要走入那个，就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当然，我们被限缩在一种可能性里面的时候，你是很安全的，啊，你是很明确的，你是很安全的，啊。可是这个样子后，你就失掉了你的所有的其他的可能性了嘛。所以人会变得什么？越来越沮丧，好像我不做这个了，我就不知道要什么了。我社会上失掉这个价值了，我就变成毫无价值了嘛，是不是？啊，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一大堆的东西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样子啊。好，这个是你们觉得重要的话，你们也去做一个思考啊，然后看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啊，拿回一些你属于你自己的可能性啊。好，来。